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相信有跟到上一集的朋友，应该多少懂了，为什么一堆 KOL 在那边说 SUP 要起飞啦，结果币价本人却跟打坐一样不动如山。还有为何小玄子拔 SUP，把 DJ 价格设置在1块钱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也很残酷。今天除了跟大家说明这些以外，也会告诉大家现今最夯的 ISO 20022标准，到底比旧 SWIFT 高级在哪？为什么未来想进银行及应用的加密货币，一定要跟上这个标准，不然根本没资格上场比赛。还有这波SUP预估会到的价位。接着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上集有把影片看到最后的朋友们，应该还记得小玄子说过，我自己是把SUP理想买点抓在$1附近。很多人会问，哈，小玄子 ETF 都上了，你怎么反而往1块钱去想呢？来，逻辑我们再走一遍。随着越来越多SUP ETF 审核通过，代表一件关键的事，就是SUP正式被资本市场收编了。既然踏进资本市场这个江湖，就逃不掉一条铁律，28法则，20%收割80%。你以为 ETF 是来帮你致富的，其实人家是来帮资本致富的。我们快速复习一下 ，ETF 机构不是跑去交易所跟散户抢货，他们是透过 OTC 场外交易，用比较便宜的价格，大包把SUP扫进来。所以重点来了 ，ETF 买越多，交易所价格不一定会动，因为压根没在交易所买，你 App 上的 K 线当然看不到烟火。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设现在交易所的SUP价格是$2，机构透过 OTC 拿到的成本是$1，中间是不是就有$1的价差利润？那机构要怎么玩？很简单，步骤大概常这样。新闻标题是 SUP ETF 通过，机构进场，散户一看到，哇 ，ETF 起飞啦！于是2到$3开心接货，等散户接完，机构先在交易所把成本$1的币卖给散户，市场价格$2，这样一卖机构就赚100%。机构开始杀盘，价格往下砸，散户信心崩溃，不行了，完了，散户纷纷在恐慌中卖出止损，机构在下面展开手臂接回来，比如说又跌回$1，散户就卖在最低点，而机构则是捡在舒服价位，完成一轮高卖低买，筹码回到自己手上。然后呢？下一轮消息，下一波剧本，再重演一次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比较懂小玄子为何会想在$1价位附近慢慢减了吧？不是因为我不看好SUP，而是因为我太清楚资本市场的游戏流程。消息出来，先当作收割工具，不是福利发放。散户永远看新闻进场，机构永远看成本与风险进场。所以上一集我才一直叫大家，不要因为看到是 PTF 通过这4个字，就热血冲进去。你以为自己在搭火箭，其实很可能是在帮别人抬轿。但是若手头上一颗都没有的人，还是要先进场才行。因为现在SUP这支币就是人为操控，若机构发现散户根本没有持币的话，那就连演都不用演了，剧本都省下来，就会直接拉价格了。所以大家一定有类似的经验，就是当你把股票卖了，那只股票就开始涨了，其中就是以上这些道理。相信大家会想问，那币价何时会涨上去呢？接下来小玄子就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今天在 Twitter Icon 某个博主分享了一个好消息，内容是目前 Ripple 公司的 CTO David Schwartz 说，他们已经不需要靠卖SUP来支撑公司的运营了，同时代表着 Ripple 已经有业外收入了。一般人看到会觉得，哇，太好了吧，公司赚钱了，不用卖SUP了耶。但是在小玄子眼里，这消息不是利多也不是利空，而是中性讯息。为什么？因为SUP跟比特币完全不同，比特币是资产，你放着不动也能涨。但SUP的定位是什么？是结算成货币，而结算成货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流通，不流通等于没价值。它的使命不是被放在仓库里吃灰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有天某家速食店宣布，我们现在不用靠卖汉堡赚钱了，因为老板去炒房炒股赚到外快了，一般人听了会觉得，哇，老板好会投资哦。但真正懂的人会吓一跳，一间速食店不靠卖汉堡赚钱，那汉堡还重要吗？如果汉堡不卖了还算速食店吗？这就像 Ripple 若手上握有太多SUP，无法释放到市场，让它流通来创造价值时，那SUP的地位就会逐渐被边缘化。所以大家要知道 SUP 跟比特币的差异点，比特币它的价值是它的稀缺性，而它的稀缺性来自于固定的供应量加持有者不卖，但SUP的稀缺性则来自市场可拿到多少加流通量。所以当 Ripple 手上还握着501颗SUP时，它的价格永远不会比 Ripple 手里剩下51颗时来的高。换句话说 ，Ripple 手上SUP越少，SUP价格才越容易飞，因为流通量越大，代表它的需求越大，需求越大才能创造它的稀缺性。这样大家应该了解了吧？想知道SUP价格何时大涨，就是看 Ripple 公司手里SUP的多寡来决定。
不过目前越来越多最不的 ETF 成立，也会促使它的流动性越来越大。基本上币价会是爬坡式的上涨，而不是像电梯一样的直线上涨。不过呢，这波上涨小玄子认为 SWAP 它应该会回到 2.7 块左右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讲 ISO 20022到底比旧时代的 SWIFT 高级在哪。先跟大家说一句重点， ISO 20022不是潮流，而是全球金融的必修课。未来真正能留下来的加密货币，也只会是那些能跟银行对话，能跟金融系统互通，能被用在国际结算的专业级代币。但是 ISO 的内容如果全部摊开讲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直接变成鸭子听雷。所以小玄子就来个最简单、最白话，你永远忘不了的版本。SWIFT 的角色很单纯，它只负责传讯息给银行，告诉对方，我要汇钱，请你帮我做一下。就像当年的 Nokia 手机发 SMS 讯息，只能传短文字，字数有限且格式老旧，很多资讯、原因、账务细节根本塞不进去。像现在你在银行汇款，只能备注汇100元，要多讲一个是给阿妈买补药都写不下。这就是旧 SWIFT 能传，但传得不完整、不聪明、不及时。那 ISO 20022让金融讯息的表达方式，则是一次升级到 4K 高画质，变成像是 LINE、微信、WhatsApp 功能，不只传文字，还能传图片、影片、定位文件，且资讯量变10倍，资料格式统一，全世界看得懂，可以接 AI、接区块链、接 CBDC。它让银行之间不只是在传讯息，而是在传完整的金融语言。但不管是 SMS 就 SWIFT 还是来了 ISO 20022，它们都只是资讯管道，不是价值搬运者。而真正的价值搬运者，就是我们的前几集说的结算成的币种。所以那些用 ISO 20022的博主来炒作上涨话题的内容，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无视了，因为它跟货币之间本身没有太大的利益关系。但是它会影响到未来很多不符合标准的加密币，将会消失在这个舞台。它更像是一个全球金融的大体检标准，只要你是那种资料结构乱七八糟，讯息格式每家都不一样，也无法自动化审计，不能跟银行见面相容，不支援即时跨境清算，那抱歉，未来的金融系统根本没办法跟你沟通，直接判你退出舞台。真正能留下的代币，一定是能接上金融系统，能当结算层的那几颗。像 SWAP、XM、XX 这种原生就是国际转账型的，在这一波规格升级里反而是直接受惠。未来的加密市场会像是被重新洗牌一样，能接入 ISO 的币会被政府银行系统纳入使用，不符合标准的加速度退出市场，没有生存空间。当然，你不用担心那些币明天会突然归零，瞬间蒸发，但你会看到流动性越来越差，交易所一个个下架，市场慢慢把它们边缘化。这才是 ISO 20022最恐怖、最现实的地方。ISO 不会让货币上涨，但会决定谁能活下来。以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。最后老话一句，风险是留给没准备的人，机会是给看懂的人。投资加密货币与其他金融商品都具有一定风险，请各位朋友务必自行评估风险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